大家好，我是雨雄，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的影片主题呢是自从我考完多益之后，超级多网友都来跟我敲碗的主题，就是我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我是如何准备多益，以及我平时学习英文的方法。那如果说你对这一次的主题有兴趣的话呢，你可以到下面的大纲，我会把本集的重点呢都归纳出来。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马上开始喽。首先，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的英文程度。我是从小一开始学英文，然后总共学了5年，就是上长颈鹿美语，然后那种就是课后英文这样。然后我觉得我自己的底子算还行，因为我很早就学英文了嘛，所以 KK 音标那些我都有学。然后到了国中跟高中呢，我就是完全没有补习，跟着学校的老师一起学英文这样子。所以其实到那个时候，我的成绩就已经没有那么好了，因为其实很多人都是从小学到大，很多单字量啊、文法都比我好，所以我在学校的成绩算是中上而已，没有顶尖。那在高中学测的时候，我就只考了10几分。我自己都觉得很丢脸，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我成绩没有很差，但不知道为什么考出来就真的很烂。我记得我模拟考还有11、12级，但是我学测真的只有10几分，所以我程度其实并不是很好的那一种。然后再加上我对多益呢是完全零基础，就是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考过英语相关的检定，包含全民英检都没有。所以我对多益的那种考试方式啊，然后题型啊、作答时间，完全都是一知半解。所以这次呢考试的时候就有点小棘手跟小紧张。所以这次的目标我是定在蓝色证书，也就是730分，而且这个分数其实已经超乎我的预期，因为我原本以为我可能只有650吧，就是可能很普通的那种成绩，所以这是给了自己一个蛮艰难的一个目标，想要让自己去达成这样子。然后一方面呢，还想要增进口说能力，因为我觉得学一个语言最重要就是可以和人家沟通嘛，所以我想要到了当地可以和当地人沟通。对，那我这次呢，总共给自己2个月的时间去准备这个考试。那个时候我就决定呢，在1月的时候报3月的尝试，所以总共其实只准备了2个多月，但我实际读书可能只有1个月啦。好，然后再来我要跟大家讲的是我的弱点跟我的优点。像我的优点呢，就是我很喜欢开口说，就是我完全不怕生。其实我只要到一个陌生环境，其实我是一个还蛮勇于挑战的人，所以我其实还蛮希望自己可以到外地去走走的，所以那时候才决定要去加拿大游学嘛。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我自己的学习能力其实还蛮强的，就是我对于学习语言是有热忱的。那再来我的缺点就是我单字量非常的少，我就是一个非常不爱背单字的人，所以其实在单字量很少的情况下，你文章会看不懂，然后你听不懂别人在讲什么，然后你自己说出来的话，你还会支支吾吾，然后开始在那边用其他单字拼凑一个句子，所以就会相对起来学习比较吃力。那在多益用书的部分，其实我在上一支影片就有讲到过，那还是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单字的话是用这个很多人推荐的国际学村黄本，然后它里面的单字是用主题式去做规划的，所以就不会就是从 A 背到 Z 那样子就真的很累，然后也背不起来。那这个是主题式的，所以我就可以学到可能比如说职场上啊，或是购物时候的一些单字。然后我也觉得就是可能背起来也会比较轻松，就跟着它一起读。那再来还有一个就是刷题的部分。那刷题的话，我是买了一个题库，是这一本阿迪有推荐过的。那这本的话算是比较薄，所以出去如果咖啡厅读书就也不会觉得很重。然后我有时候无聊的时候啊，还会上网去找那些旧制的题目，我会把那个资源放在下面的资讯栏，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然后还有就是我平常在训练我自己的英文程度的时候，我会用的是英文杂志，因为我在高中的时候已经被老师逼到，就是可能每一天都要读英文杂志，读到那种已经习惯了，所以我后面呢就是有去买那个常春藤的英文杂志，就是这本之前拍影片说过的。然后后面我发现呢，其实你在 HiRead 上面也可以借到杂志，所以就不用花钱去买。那我就会像这样子做笔记，给大家参考一下。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资源，而且它还有听力，所以你可以每一天呢都写1回，然后去听英文，就可以帮助你沉浸在那个英语学习的那个环境当中。在我的读书规划，就是我每一天呢都要写1回的英文杂志，就是要把那些单字全部记下来，然后隔天呢再验收自己有没有背好。然后再来，我为了提升单字量，所以每一天呢一定都要写黄本的一个单字。那黄本单字我就会写的比较长一点，包含它的近义字、同义字、反义字，然后它的例句，我就会写在我的笔记本上面。那在题库的部分呢，我会在最后2周开始写，因为我觉得太早刷题也没有意义，因为你没有好的底子，所以你刷出来的题目呢也不会多好。所以我就是选择在倒数2周的时候开始刷题。那最后一个部分呢，就是大家很好奇的1对1家教的部分，因为很多观众都知道我有在上家教课嘛，然后就有很多人问说，哎，我是在哪里学英文的啊？可不可以推荐老师什么的？那这边呢完全没有业配，大家可以安心的服用。那我自己呢，就是在去年9月的时候花钱去上 Yes Online 的英文家教，那我在那边花了好像是1万多块吧，对，一堂大概换算下来是300-400块左右。然后我们的老师呢，全部都是菲律宾的老师，
所以我就是每个礼拜五的固定下午呢，都会和我的非师老师进行1对1的教学，然后一次的课堂是50分钟，所以我每个礼拜都会固定上他们的教材，就是他们有专门就是 Uni 1、Uni 2，就是很有系统，就不会像我可能去其他的家教网站看到都是什么老师自编，然后你完全没有看出系统性在哪里，然后也不能追踪你的程度有没有变化，所以我觉得 Yes Online 蛮好的，而且它是自由排课，就是我什么时候有空，我只要提前5个小时就可以开始排课，所以是很自由的。然后它还有自己的平台，我是觉得真的是我目前找到现在最满意的一个平台。然后我之后也有考虑就去用他们的方案这样子。然后我自己学习下来，觉得自己的口说真的是提升了蛮多的，就是可能在各方面呢，我可以模仿老师，就是老师讲什么我就听，然后下一次讲就可以讲出来那个句子。然后再来就是我单字也会因此而变多，而且其实跟老师互动的感觉还蛮好的，而且这样还可以强制自己每个礼拜都有学习英文，我是觉得还蛮棒的。然后再来他们之前也有开那种主题式的团课，像是我之前是学旅游英文吧，就是你出去会遇到的旅游问题，然后他就是请中文的老师来教，所以你有问题的话就可以直接跟老师反映。然后一个班是4个同学，不过我每次去的时候都没有全到，所以有时候还会赚到1对1这样子。然后因为我最近要出国嘛，所以我上次选的那个时候就学到 luggage， 就是那个行李的英文，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团课超级棒的，就是很有趣，这样很贴近生活，不是像课本一样死死的那一种。然后再来呢，我还有再上另外一个家教是 Amazing Talker， 就是阿滴代言的那个啦。那我上 Amazing Talker 呢，是因为我那时候要上多益的技巧班，因为我从来没考过多益，完全不知道怎么作答。然后其实菲律宾是没有什么在考多益的，所以我的非师也不太会教多益的课，所以我就在额外花钱，好像买5堂课吧，就是学那个多益的技巧。然后也是中文的老师可能会教你怎么样从字根字首去猜那个单字的意思，然后再加上怎么样做题啊，然后什么题目可能就是有陷阱之类的，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老师真的很棒，然后他技巧也教得很好，就是可能有时候多益考的其实不是能力，是你的做题技巧，就是你的时间掌握啊，还有你的大纲掌握之类的，所以我还蛮推荐，如果大家之后要考一些检定或证照什么的，可以去上 Amazing Talker 找那种专门的老师。所以这2个的家教我其实都还蛮满意的，而且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投资，就是如果你想要学习英文的话，有人带着你，还是比你自学还来得快这样。那额外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练习方法好了，就是我平常就是会听一些 podcast， 还有那个之前分享的喜马拉雅的那种有声书，然后再来就是我会看 Netflix， 就是 Netflix 有时候就是会有一些实境秀，然后实境秀的单字也会比较简单，所以我就会开英文的那个字幕去看，然后顺便练习听力这样子。然后我自己在背单字的时候还会下载 Quizlet， 就是那个背单字的一个 app， 然后你可以输入自己的单字，然后还会念给你听，然后你还可以做像是电子的那种单字卡，因为我之前都是用实体的，然后后面发现这个 app 很好用，就可以直接在上面就是背单字这样，所以我有时候通勤啊无聊的时候就会去点一下，然后就可以让自己洗脑，然后快速的达到那种快速记忆起来那些单字这样。然后因为我之前跟 Lingotramp 有合作，所以他们那个 app 我也有做使用，就是有一些 AI 的老师啊，然后还有像是什么多邻国那些 app 你都可以下载去玩。然后最后就是 YPT， 因为我觉得在自学上呢，你偶尔还是会缺少一些动力，因为没有人督促你嘛，所以有时候就是找朋友一起考，像我那时候就是跟我的同班同学一起报多益的考试，那我们就创了一个 YPT 群组，然后互相敲对方，就是没有在读书的时候就提醒他赶快读书这样。我觉得有人督促你的时候，你就会有那个动力，而且你会产生那种竞争心态，想要让自己变得更好。所以我那时候也有创了 YPT 群组，跟大家一起读书这样子。那就是以上的方法推荐给大家。然后如果说大家对于什么学习英文啊、英文家教啊，或者是多益的准备方法有任何问题，都欢迎留言或者是来私讯问我哦。那希望这集有帮助到大家。如果喜欢的影片呢，请在下方帮我点一下喜欢，并且订阅我。如果想要持续中来，可以到 Instagram 或是 Facebook 的粉丝专页按赞。那我们下次影片再见喽，拜拜！我的天哪，我觉得我这一集真的是疯狂卡词如果想要持续中来，可以到 Instagram